对于出生于中国70、80年代的人来说，尽管那时物资匮乏，但童年时期却是非常幸福的。当时的大街小巷就是孩子们的天然游乐场。而对于如今成长于电玩时代的年轻人来说，这些场景可能比较陌生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些被遗忘的传统童年游戏。沙包一般用装有沙子或豆子的布袋做成。游戏规则非常简单，参与者分为2队，一队负责扔沙包，另一队负责躲沙包和接沙包。扔沙包的队伍分成2组，站在场地的两端，而躲沙包的队伍站在中间。两头扔沙包的人轮流砸向中间躲沙包的人，一旦被砸中就要退出场地。如果躲沙包的人接住沙包，那么他们会获得1条命，或者可以让一名队友复活。骑马打仗可以说是当时男生的专属游戏，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，被骑的就是马。所有人分成2队，2人一组，一般比较高大的孩子当马，把另一个背起来。骑马的人可以用手拉扯对方，只要把人从马上拉下来，或使对方连人带马一起摔倒，对方就得下场。当马的人不准动手拉扯对方，但可以用身体去撞对方的马。打弹珠，又称打玻璃珠、弹玻璃球、弹球、打弹子、弹溜溜。玩的人各出几枚玻璃或者陶瓷制成的小球，输的人将失去对弹珠的所有权。玩法通常是出缸或打老虎洞，在地上画线为界，谁的弹珠被打出去就输掉，叫出缸，或在地上挖5个小圆洞，谁先打完5个洞就变作老虎，然后打着谁就把谁的弹珠吃掉，这叫打老虎洞。这个游戏在男孩之间尤为流行，玩的时候还经常互相攀比，看谁的弹珠最多，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。跳房子也叫跳飞机，在一块空地上，只要有一根粉笔或树枝，在地上画出几个格子，按照顺序将小石头或沙包踢进第一格，单脚跳进这一格，再用另外一只脚将小石头踢进第2格，再单脚跳进。并列的格子可以双脚跳进，依次跳到天字格。站在天字格内，反身将小石头扔到1到8中的一格里，这一格就变成自己的家，意味着在跳时这一格可以双脚落地，谁的家多谁就赢。跳房子游戏可以演变出各式各样的玩法，可以单人玩、双人比赛，也可以多人组队比赛，格子的图形也千变万化。参与滚铁环游戏的人手捏顶端呈 U 字形的铁棍，推着一个铁环向前走。滚铁环需要一定的技巧，关键在于掌握好平衡，否则铁环就会哐啷一声跌倒在地。滚铁环既可以是个人活动，也可以是集体竞技，主要分为2种玩法，一个是接力赛，谁快谁赢，另一个是技术赛，慢且不倒者获胜。陀螺也做陀螺，闽南语称作干乐，北方叫做冰嘎或打老牛。北京地区叫焊尖，一是因为肩部有金属焊点，二是因为北京百姓希望孩子从小就明白，焊尖是要被所有人鞭挞的。陀螺形状上圆下尖，早期的陀螺一般为木质，现代多为塑料或铁质。玩家将陀螺放在一个平坦的地面上，用绳子在陀螺的顶部迅速拉动，给它旋转的动力。随着陀螺的旋转加速，玩家会尝试用手指或其他工具来保持陀螺的平衡，使其在地面上旋转得更久。毽子又称毽球，古称抛足戏具，在古代蹴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，用鸡毛插在圆形的底座上制成的游戏器具。早期以鸡毛毽居多，后来也有以绒线、皮毛等插于圆形底座上制成的毽子。基本动作有着不同的名称，用脚内侧踢为盘，用脚外侧踢为拐，用脚面踢为崩，用脚掌踢为蹬，用脚趾踢为挑，用脚后跟踢为磕等。踢毽子不需专门场地，踢法多种多样，既可以比次数，也可以比连踢的时间，还可以比踢的花样。打弹弓通常需要一支弹弓和弹丸，弹丸可以是石子、铁球或其他金属小球。一般用树木的枝桠或铁丝制作弹弓，呈鸭字形，两头系上皮筋，皮筋中段绑上一个包裹弹丸的皮块。皮筋拉力越大，弹弓的威力也越大。
玩家手持弹弓，用拇指或食指拉动橡皮筋，将弹丸发射出去。目标通常是一些易于击中的物体，如罐子、瓶子或其他小物件。翻花绳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，比如线翻花、翻花鼓、飘蹦蹦、结鼓等等。玩法是用一根绳子结成绳套，一人用手指编成一种花样，另一人用手指接过来，翻成另一种花样，相互交替编翻，直到一方不能再编翻下去为止。每一个造型图案通过手指的撑、压、挑、翻、勾、放等精细动作，加上左右手之间的配合以及巧妙分工才能完成。纸飞机是一种用纸做成的玩具飞机。在制作过程中，孩子们需要学习如何正确地折叠纸张，调整飞机的重心和稳定性，这既培养了动手能力，也锻炼了耐心和观察力。一旦制作完成，就可以在室内或者室外放飞，尝试纸飞机不同的投放方式和飞行角度，观察飞机的飞行轨迹，体验风的力量对飞机的影响。拍洋画在北方部分地区也叫山洋片。洋画是一种较厚的彩色小画片，题材多为《封神榜》《西游记》等小说、动画片中的人物。孩子们将洋画叠放在一起，摆放在地上，然后轮流用手掌去拍击，或者使用另一张洋画去拍击这些叠放的洋画。成功将洋画拍翻的玩家即可将被拍翻的洋画拿走。跳皮筋是在女孩们之间非常流行的游戏。皮筋是用橡胶制成的有弹性的细绳，长3米左右，皮筋被牵直固定之后即可踏跳。有2人各拿一端把皮筋抻长，其他人轮流跳，按规定动作，完成者胜出，中途跳错或没勾好皮筋时，就换另一人跳。游戏难度随皮筋高度依次增加，从脚踝处开始到腿肚、膝盖、大腿，再到腰际、肩膀、脖子，然后到头顶，最后双手撑皮筋举过头顶。整个游戏过程中，一边跳跃和踩踏，一边唱着有一定节奏的歌谣。挑棍又称撒棒，一般为2人游戏，也可多人参与。简单的玩法是小棍数量不限且无花色差异，甚至可以就地取材，用吸管或者筷子，一个人手握一把小棍撒向空中，或者手握小棍平放在桌面上，然后突然撒手，游戏棒散落在桌上。随后另一个人用手指逐一试着去挑棍，可以用手拿，用已有的小棍挑，或者用手按着一端巧妙地移走小棍，过程中不能碰触其他游戏棒，否则换人挑棍。谁挑回的小棍越多，收集的分数越高，谁就是赢家。北方多称撞拐、斗拐，南方多称斗鸡，这是一种男孩们喜欢的肢体对抗游戏。游戏规则是一脚独立，另一脚用手扳成3角状，膝盖朝外，单腿蹦跳着相互冲撞，用膝盖去攻击对方，若对方双脚落地，则赢得战斗。摸瞎子是一种捉迷藏游戏，玩法是将一个人蒙上双眼，然后在指定的空间内去捉其他人。被捉到的人将成为新的瞎子，继续寻找其他藏匿者。当被蒙上眼睛的人成功捉住一人时，必须猜出被捉到的人的名字，否则视为失败。若被蒙上眼睛的人成功捉住一人并猜对名字，则被捉住的人将接替成为新的瞎子，继续游戏。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规则是选派一人做老鹰，排头做母鸡，其余做小鸡。游戏开始后，老鹰就会试图捉住小鸡，而小鸡则需要在母鸡保护下尽力躲避老鹰的追捕。老鹰通常可以通过奔跑、追逐和使用策略来尝试捉住小鸡，而小鸡则需要灵活地穿越障碍物、躲藏或者相互合作来避免被捉到。跳山羊是民间一种模拟山羊跳跃的游戏，具体玩法是一个人当山羊，其他人助跑一段后，撑住山羊的背或双肩，双腿分开从山羊头上越过。一般玩法分为2种，一人跳多个山羊，或是多人轮流跳同一个山羊。抛石子也叫捡石子，这个游戏分5颗、7颗和10颗的不同玩法。5颗玩法最为盛行，先把5颗石子撒向地面，之后挑选1子作为抛子，
石子抛向空中时，以抛子之手同时抓起地上的其他石子。抓石子有9道程序：抓1、抓2、抓3配4、抓5、背6、挖7、跳楼、上楼，全部完成为一轮。豆草又称豆百草，原本属于端午民俗。每年端午节，古人们结伴去郊外采药，插艾草于门上，以解暑驱毒。收获之余，往往还会举行比赛，用草作为比赛对象。唐朝以后，斗百草逐渐成为妇女和孩童的游戏。如今，斗百草习俗仍在某些地区流传。孩子们玩的斗草游戏最常用的是三叶草，因为三叶草的茎很特别，去掉外面多水的一层后，里面有一条有弹性的筋。游戏双方将彼此的草筋缠在一起，分别往自己的方向拉扯，谁的先断谁就输了。摔面包也叫摔四角或摔方宝。方宝是一种折纸艺术，那个年代用鲜艳的挂历纸或厚实的牛皮纸做成的方宝尤其稀罕，落地啪的一声，声音响亮，颇显威风。游戏双方以石头剪子布决定顺序，输的一方把四角放在地上，赢的一方拿自己的四角来摔。如果方位、力道得当，运气也好，地上的四角翻转过来，就算赢了，对方的四角也归获胜方所有。丢手绢又叫丢手帕。先准备一块手绢，然后大家推选一个丢手绢的人，其余的人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圆圈蹲下。游戏开始后，被推选为丢手绢的人沿着圆圈外行走，然后不知不觉地将手绢丢在其中一人身后。被丢了手绢的人要及时发现自己身后的手绢，然后迅速起身追逐丢手绢的人。丢手绢的人沿着圆圈奔跑，跑到自己的位置时坐下，如被抓住，则要表演一个节目，如唱歌、跳舞、讲故事等。击鼓传花也叫传彩球，是一项老少皆宜的民俗游戏。所有人围成一圈坐下，其中一人拿花，一人背对大家或蒙眼击鼓，鼓响传花，鼓停花止。花在谁手中，谁就要表演一个节目。如果花正好在两人手中，则两人可通过剪子石头布或其他方式决定胜负。斗蟋蟀也叫斗蛐蛐，古称秋兴、斗促织，是一种秋末时节用蟋蟀相斗取乐的娱乐活动。在甲骨文中，秋字正是蟋蟀的象形。在自然界中，雄性蟋蟀会为保卫自己的领地或争夺配偶而相互撕咬。而在民间，人们利用雄性蟋蟀好斗的特性，特意从野外捕捉一对雄性蟋蟀，并将其放进瓶内或盆内，以供人们赌斗赏玩，从而逐渐发展为一种民间游戏。如果一只蟋蟀逃出场地或无法继续战斗，另一只蟋蟀的所有者就被判定为获胜方。空竹，古称胡敲、空中、空筝，俗称翁子、响铃、转铃、老牛、闷葫芦、风葫芦、响葫芦、天雷公公等，属于汉族民间传统玩具。空竹有单轮和双轮之分，双轮的空竹形如腰鼓，以竹或木制成，两头为两只扁平状的圆轮，轮内空心，轮上挖有4、5个小孔，孔内放置竹笛，两轮间有轴相连。单轮的空竹则形如陀螺，一侧有轮。空竹游戏一般称为斗空竹，也叫斗空中、斗空筝、斗翁子，江南又称之为扯铃。这项活动需要调动全身部位，靠四肢的巧妙配合来完成。玩家用上肢做提、拉、抖、弹、抛、接，下肢做走、跳、绕、骗、落、蹬，眼做瞄、追，腰做扭、随，头做俯仰、转等动作。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时机，控制好惯性，完成空竹的各种翻飞动作。跳大绳是北方民间的一项体育项目，特别流行于寒冷的冬季。既然叫跳大绳，那么人数必须要多，一般每组最少10人以上，且其中有2名队员作为轮绳的人。比赛前进行抽签，确定各队出场顺序。2人摇绳，其余队员列队需从绳的一侧跳至另一侧，跳过的队员在同侧另一端排队，循环接替8字队形。跳绳队员依次进入，且必须在进入后成功跳绳一次。若有人在跳的过程中致使摇绳中断，则记失误一次，
比赛继续进行。在特定时间内，根据每队成功跳过的次数多少来判定胜负。角角糖其实就是糖稀，也有地方叫拉丝糖、角丝糖、梭罗蜜。角角糖是一种主要以白糖为原料制成的糖类食品，除了食用外，还可作为一种游戏。用麦芽糖做出来的角角糖最为正宗。黄色糖浆在2根竹签之间牵来扯去，双手一分，糖就会往下坠，再用手快速一搅，糖浆便又缠上竹签，搅来搅去，次数多了，黄色的外表下会显露出丝丝白线，一张一弛。玩角角糖的乐趣便在于此。孩子们之间还会进行比较，谁的角角糖颜色最白，谁就是大家羡慕的对象。在长时间搅动的过程中，由于空气进入和晶体折射效应，角角糖的颜色会越来越白。火车钻山洞游戏开始前，首先在场地上标出6个点，每2个点之间构成一个山洞，分别标记为1号洞、2号洞和3号洞，每2个洞之间的距离大约为10米。然后从参与者中选出1名指挥，站在队伍旁边，其他人排成一列，准备当火车。游戏开始后，当火车开到1号洞口时，指挥喊出钻山洞了。站在队伍前面的2个人会迅速举起双手，模拟1号山洞的形状，让其他人依次钻过。当队尾的人通过山洞后，扮演1号洞的2个人会加入队伍末尾，队伍继续前进至2号洞。按照相同的方式通过2号洞和3号洞。最后，指挥宣布到站了，游戏重新开始。挤油渣是在供暖不足的冬天，孩子们在学校里常玩的一种游戏，通常在走廊或教室后的墙壁处进行。参与者以墙柱为支点站成一排，肩膀挨着肩膀，然后齐心协力向前挤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人可能力气小，站不稳或者没有紧贴墙壁，就会被挤出队列。一旦被挤出，他们会重新排到队尾，再次参与挤压。整个过程反复进行，乐趣无穷。在挤压的同时，大家还会一边喊口号，比如1、2，加油，嘿呦，嘿呦，挤得浑身发热，满头大汗。跨大步游戏至少需要2个人参与，当然，人数越多越有趣。游戏开始前，在地上画一条线作为起点，然后将玩家分为攻和守2队，每队人数相等。一方先跨出一步，同时要单脚站稳，不能着地，另一方则试图用手触碰对方，如果成功触碰到对方或对方落地，则算作守方获胜。如果没有触碰到对方，或者触碰时越过了起点线，那么算作攻方获胜。根据输赢情况，双方会交换攻守角色，或者继续进行跨步，步数递增。守方永远要比攻方跨出的步数多一步。编花篮是一种至少需要3个人参与的游戏。孩子们先手拉手站好，其中1名孩子将自己的一条腿放在旁边2个孩子的手上，用单腿站立。接着，孩子们依次将自己的一条腿放在下一个孩子的腿上，直到所有孩子的腿都搭在一起。最后，第1个孩子的腿会放在最后一个孩子的腿上。游戏开始后，孩子们一边单腿跳跃，一边唱着儿歌，编花篮。花篮里面有小孩，小孩的名字叫花篮。如果有一个孩子的腿掉下来了，游戏就必须重新开始。木头人的游戏一般有2种玩法。第一种玩法是几个孩子围成一圈，嘴里念念有词，3344，我们都是木头人，不许说话，不许动，然后摆好姿势就不再动弹，谁能坚持到最后，谁就是胜者。另一种玩法是，主持人宣布游戏开始并说道，甩，我们都是木头人，不准讲话，不准笑，不准动。主持人说话的同时，大家的手脚都必须一起甩动，话音一落，大家都得保持刚刚动作完毕的姿势，然后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。如果有人先动了，就会受到一点小惩罚。东南西北是一种有趣而简单的折纸游戏。首先，准备一张白纸，按照特定的方法将其折叠好。在可见的外侧4个面上分别写上东、南、西、北4个字，在不可见的内侧的8个面上
分别写上与每个方向相对应的字词或语句。接下来开始游戏，让对方选择一个方位，然后打开所选方位的内侧，看看究竟写的是什么。因为答案无法预测，所以这个游戏总是会给参与者带来惊喜的欢笑声。我们一起回顾了32种正在逐渐消失的传统民间娱乐项目。这些游戏不仅是我们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，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